逛街有些累，正巧路过公司附近，想着自从生完孩子，已经很久没到公司了。再看时间，也快到老公沈庆文的下班时间，休息好正好可以一起回家，便上了楼。可是沈庆文不在办公室，只有一个看着眼生的小助理正在收拾东西。他上下打量我一眼之后，微笑着问：“你好，是找沈总吗？我是沈总的特助李婉玉，沈总正在开会，建议你可以在门口稍等一下。”我顿了顿，并没说出自己的名字，而是自顾自地坐到了沙发上，语气温和地说：“我是沈庆文的妻子，路过来接他下班的，你给我倒杯水，拿点水果就行。”可是这句话仿佛捅了马蜂窝，李婉玉着小高跟几步走到了我的面前，将桌上茶壶推地放在我面前。我在忙着收拾桌子，你看不到吗？自己倒杯水是会累死你吗？我愣了一下，当即就想发火，可是看到李婉玉肚子上的别针，我明白了她是个孕妇，于是尽量压制自己的火气。我下午一般不喝茶和咖啡，请帮忙给我倒杯水，谢谢。本以为我语气这么和善，李婉玉应该不会再生气，可是李婉玉听完这句话，怒气更大，竟然直接指着我的鼻子：“别在我面前装模作样了，你不就是知道了我和沈总的事情，故意来使唤我，来闹事的吗？”我更迷茫了，不等我反应过来，李婉玉双手抱胸，盛气凌人地说：“于公，我是沈总的助理，不是你的助理，没有任何理由来伺候你。于私，我怀着沈总的长子，比你这个空有结婚证生不出儿子的正房，一天到晚只会购物乱花钱的贱女人，金贵100倍。”我被这三言两语直接震惊得说不出话，倒不是我对沈庆文的感情多深，而是沈庆文在我面前总是十足的大情圣的模样。当年为了证明自己对我的感情是真心而非我的亿万家财，主动自发地跟我签了婚前协议，甚至入职公司1个月也只拿几千块的最低工地。而且我跟沈庆文认识7年了，恋爱3年，结婚3年，他几乎对我是一动一报备，我自己都嫌他太烦。我的朋友和家中的保姆们都说沈庆文就是个恋爱脑，全天下男人都出轨，他都不可能出轨。可是没想到，沈庆文不仅出轨，还直接把自己的出轨对象安排在了自己的眼皮子底下，每天红袖添香，还直接搞出了人命。见我一言不发，李婉玉自觉得自己胜利了，故意摸了摸自己尚且平坦的小腹：“今天看你打上门来，我还以为你是个多厉害的人呢，没想到这么几句话就把你给吓到了。不过你这样我也算明白沈总了，怪不得沈总说你是个菟丝花，离开沈总你肯定活不下去，就算发现我和沈总的事情，也肯定会打落牙齿活血吞。”我声音有点嘶哑，没忍住好奇地问：“我没听错吧？你是说你怀了沈庆文的孩子，而我是依附沈庆文才能活下去的小娇妻？”李婉玉点了点头：“对啊，不过你这个小娇妻也当不了多久，等我把沈总的长子生下来，就让你带着你那个赔钱货女儿滚出沈家。听说你那个赔钱货身体还不是很好，如果他能早点死，我也不是那种不能容忍的，我也是可以允许他睡在我和沈总的地下室，允许当我儿子的一个小丫鬟的。”听到李婉玉竟然敢说我的宝贝女儿，我怒气一下子上来了，想也没想就直接给了她一个耳光。李婉玉脸色瞬间变得惨白，踉跄地往后好几步护住了自己的肚子，又朝着门口大喊：“快来人啊，办公室有个疯婆子要杀我！”话音落地，门口一下子冲进来男男女女4、5个生面孔，他们都一副战斗状态，挡在了李婉玉面前，似乎是想要保护李婉玉。李婉玉故意露出自己被打耳光的脸，哭得梨花带雨。进来的这几个人看看我又看看李婉玉，最后直接指着我开了口：“不被爱的才是小三，你虽然领证了，可是沈总的真爱是婉玉啊，说到底只是沈总善良，不然早就把你赶出家门了，你不感恩戴德，竟然还敢来公司找麻烦。我告诉你，我们公司都是只认婉玉这一个老板娘的，她有能力人又好，比你这个拜金女好了不知道几百倍。婉玉和沈总的事情瞒得这么好，你都能发现，只能说明你监视了沈总，你这样怀疑沈总，沈总爱上别人也是情理之中。我懒得听这些人在这里发神经，拿出手机就给沈庆文打电话。我倒是想要问问看，到底是谁的菟丝花，谁离开谁又活不了。可是电话打过去，直到被自动挂断，也没被接起来。李婉玉冷哼一声：“装什么呢？你不就是知道沈总开会是静音，故意趁着这个时间段来想把我打到流产，作为你沈总夫人的宝座吗？就算我教养再好，此刻也忍不住翻了个白眼。好，我这就去会议室找沈庆文。”李婉玉听完，眉头一皱，还不快拦住他！众人连忙又跑到门口，把门堵得严严实实，不让我出去。李婉玉坐在了沈庆文的办公椅上，朝着我嗤笑道：“怪不得这么年纪轻轻就在家里当全职主妇呢，原来是个没脑子的。”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现在去找沈总会有什么后果？到时候整个公司上下都会知道沈总的感情出了问题，你知道这对集团会造成多大的影响吗？说到这里，李婉玉脸红红的笑了，不过也算正常，要是你能有我这个觉悟，沈总也不可能那么厌恶你，爱上我。我知道这几人是不会让我出去，反正沈庆文只是开会，又不是死了，等下迟早回来办公室的，所以我很冷静地坐下。哦，那你倒是说说看，我要怎么帮沈庆文？跟你一样在这里当小助理吗？不过你这种拿一份工资干2份活的助理，我可做不来。李婉玉气个半死，一个女人怎么帮男人，还要我来教你？跟我一样给沈总生儿子，这就是最大的帮助。沈总家大业大，没个儿子怎么传宗接代？这万贯家产给谁？难不成给你女儿吗？公司产业本来就是我妈一手打拼下来留给我的，而我也很努力的让公司更上一个台阶。只不过是我怀孕后发现沈庆文对公司处理还算不错，就放心的交给他代管而已。这都什么年代了，还在这里搞什么性别歧视？所以我没忍住，哈哈大笑起来。李婉玉见我这么厚脸皮，脸都要气黑了，早就该知道你这种人没脸没皮，不过你也开心不了多久。虽然沈总开会要很久，但是我已经叫了能治你的人过来了。我愣了一下，谁？像是回应我一般，大门被打开，走进来一个人。我本以为是沈庆文开会结束了，没想到来的人竟是我的婆婆刘春娇。看刘春娇和李婉玉的样子，不难猜到沈庆文出轨的事情，刘春娇也是知情的了。李婉玉一见到刘春娇，立刻换了一副模样，她好像受了天大的委屈，小跑的躲进了刘春娇的怀里。妈，她趁着沈总去开会，一过来不分青红皂白的就打我，还说要把我肚子里的宝宝也打死。我要不是没办法，我也不会打电话给你的。刘春娇看了看李婉玉受伤的脸，努力的按耐住了自己的火气，却并没开口，只是皱着眉头，似乎很难办的样子，半天才对着我说出一句：雪影，这都是误会。李婉玉见状有点遗憾，可是很快就恢复过来，她咬咬牙朝我跪下：姐姐，我知道我不该和沈总发生感情，可是爱情不是我能掌控的。可能对于你这种人拜金，为了钱嫁给沈总的人来说，爱上沈总不过是因为沈总的钱，可是我不一样，我爱的是沈总的人，就算沈总是穷光蛋，我也一样会爱他。不过说到底，我还是介入了你们的婚姻，我会离开沈总，永远不见他，只求姐姐让我生下这个无辜的孩子。李婉玉这个样子，又是引得在场的人连连叹气。你还是退出吧，就当是为了爱情。嫁给沈总这几年你也享过福了，做人不要这么贪心。婉玉生下儿子，迟早是要去沈家当家做主的，你还不如早点走，别等到人家赶你走，给你自己和孩子留点脸面吧。我没有回答，而是笑眯眯地看着刘春娇。妈，你也咋这么觉得吗？所有人的目光都回到了刘春娇身上。刘春娇摸了摸脖子上的珠宝，一脸不舍。她虽然不太喜欢我，可是却十分喜欢我的钱。不过思考了半天，刘春娇还是伸手把李婉玉扶了起来，眼神躲闪地对着我说：事情我都知道了，你现在立刻跟我回家，别在这里丢人现眼的。我冷笑一声：是谁丢人现眼？不如你说清楚一些。李婉玉眉头一皱：姐姐，你对我没礼貌也就算了，怎么对待自己的婆婆也是这样？妈可是你的长辈。刘春娇听了这话，逐渐变得理直气壮起来。雪影，有什么事情回家你和庆文商量就好了，闹到公司来多难看。没想到我养了这么多年的沈家母子应该会这样背刺我，我气得够呛，脸色也逐渐难看了起来。见我这样，刘春娇心里不免有点打鼓，她拉着我走到一边，压低了声音说：雪影啊，男人其实都这样的，庆文跟他只是玩玩而已，在我们看来，只有你才是我们沈家的儿媳妇。而且这说到底也是你得利啊，你生完圆圆就不愿意再生了，庆文也是想着外面生个儿子送给你养，到时候孩子一样跟你姓。其实生母是谁根本不重要，只要你好好对待这个孩子，孩子长大了只会认你当妈的。你这样无痛当妈，多少人想都不敢想呢，你咋还不知足呢？我一把甩开了刘春娇的手，还变成我不知好歹了，那我就知趣一点，主动跟沈庆文离婚吧。刘春娇一滞，踉跄2下，险些没摔倒。不过我这话说出来，李婉玉倒是高兴得不得了，要不是顾及她肚子里的太子爷，她估计要直接跳起来了。李婉玉努力地按住了自己上翘的嘴角，朝着我笑着说：姐姐真的愿意成全我和沈总吗？我点了点头，当然，我和沈庆文立刻马上就会离婚。李婉玉兴奋不已：姐姐，你担心我和庆文绝对不会亏待你的，我一定会让庆文分给你们足够多的抚养费和生活费，以后我们还可以跟亲戚
跟朋友一样的来往的。你放心，庆文虽然早就不爱你了，但是他很听我的话的，我说什么他不会反驳的。可惜今天有点晚了，不如明天早上8点我们去民政局见。我刚想说好，刘春娇就疯了一般的说，不行。李婉玉愣住了，她怎么也想不到刘春娇会拒绝。妈，你不是也很讨厌他吗？现在他自己说出来离婚，你怎么还不乐意呢？我当然可以直接告诉李婉玉为什么刘春娇不乐意，毕竟她就是靠着我从农妇变成了贵妇，谁愿意回到之前的日子呢？不过我什么都没说，因为我如果要跟沈庆文顺利离婚，就不能少了他和他肚子里的儿子。如果李婉玉知道沈庆文的真面目，打孩子跑路，我岂不是要被沈庆文纠缠不休？所以我只是默默了转头看着窗外，什么话也没说。刘春娇焦头烂额的支吾许久才开口，婉玉，他肯定是想好了离婚就去闹事，我们妇道人家根本不懂这些，你肯定也不想庆文因为你的事情烦躁的，对吧？所以我们先等等，等到庆文会议结束再说，好吗？李婉玉不情不愿的点了点头，悄悄的给人使了个眼色。不到2分钟，沈庆文就满头大汗的跑了过来，这难为他了，这么冷的天，竟然吓出了一身冷汗。之前还觉得他英俊帅气，可是此刻我看着只觉得恶心。见沈庆文只看我，连一个眼神都没分给自己，李婉玉赶紧哼唧2声，沈总，你可算来了，刚刚……我不耐烦地打断了李婉玉的话，沈庆文，我们离婚吧。沈庆文自然是又吓出一身冷汗，他朝着办公室的人怒吼，都给我滚出去。李婉玉还想说什么，沈庆文赶紧给了刘春娇一个眼神，刘春娇一个机灵，立刻把李婉玉捂着嘴拉了出去。等到办公室彻底安静下来，他跪在我身边心虚地说，老婆，这都是误会，李婉玉她的确怀了我的孩子，可是我和她没有任何感情，只是一个意外而已，我会让她打掉孩子，永远不要出现在我们面前，你给我一个机会好吗？你知道的，我只爱你一个人的，过去这么多年，我的所作所为你都是看在眼里的。我不耐烦地做出一个闭嘴的姿势，好了，我不是来断案的，你们真情也好，假意也罢，我们这个婚事离定了。见沈庆文还想开口，我赶紧先说，但是离婚也有2个方案，第一是我说明真相，直接把你和你的小助理赶出公司，让你们身败名裂的离婚；第二是我什么都不说，不告诉你的小助理你只是个赘婿，让你体面的和我离婚。如果是我是你，我肯定选第二个，毕竟都是离婚，第二个你至少还能有个老婆和儿子。毕竟相处这么多年，沈庆文当然明白我是那种眼里容不得沙子的人，所以思考一番后，还是选择了第2个方案。和沈庆文确定好了第2天离婚后，我目不斜视地离开了公司。等电梯的时候，眼角余光还能看见沈庆文抱着李婉玉轻声安慰。第2天一早，我和沈庆文就来到民政局，顺利地领取了离婚证。而沈庆文生怕李婉玉得知真相后跑路，当场就和李婉玉领取了结婚证。李婉玉看着结婚证，对着我热泪盈眶地说，真没想到你会这么爽快离婚，我替我和儿子感谢你。我才懒得听李婉玉唱戏，朝她翻了个白眼就想要离开。可是李婉玉却一把拉住了我的手，姐姐，刚刚离婚的时候说得清清楚楚，按照婚前协议来分割财产的，你现在要走也不能坐我老公的车走吧。沈庆文反射性的想要去捂住李婉玉的嘴巴，可是李婉玉却一个闪身直接躲开了。我倒不是说舍不得这一辆车，但是姐姐刚刚自己说的不要我老公1分钱，这车最少都得500万，我觉得你还是还回来比较好吧。我赶紧点了点头，沈太太，你不说我都忘记了，还有车呢。在李婉玉期待的眼神里，我朝着司机赵叔示意，赵叔很快明白，走到了沈庆文面前，不顾沈庆文的脸色，直接从沈庆文的手里抢过车钥匙，拿到了我的面前。我并没有接车钥匙，而是对着赵叔说，你开那辆车吧，我自己开车回去就行。直到此刻，李婉玉才有点回神，韩雪颖，你这是什么意思？你凭什么拿走我的车钥匙？你的，我笑了笑，难道你刚刚没注意到，那份婚前协议保护的是我的财产，而不是你老公的财产吗？什么？李婉玉脸色的血色瞬间消失，你再说一遍。我装模作样的哎呀一声，沈太太，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啊？沈庆文想要拉着李婉玉离开，可是李婉玉却死死地站在原地。韩雪颖，你给我说清楚啊！我扑哧一声笑了出来。李婉玉，要是你把你勾引男人的心思稍微放在工作上一点点，你就不难发现公司的最大股东也姓韩，更不会发现不了你以为的高富帅老公其实是个赘婿。不过，我看了一眼面色铁青的沈庆文和濒临崩溃的李婉玉，笑了笑，你爱的是沈庆文的人，而不是沈庆文的钱，而且你们现在已经是合法的夫妻了，
所以你应该不会在乎这些，对吧？李婉玉手里的结婚证简直像是一块烧红的烙铁，让李婉玉扔也不是拿也不是。她疯了一样的看着沈庆文，老公，这是假的，对不对？是他嫉妒我，故意骗我的，对不对？沈庆文尴尬的摇了摇头，双目泣血的看着我，韩雪颖，你答应过我不说出真相的，你怎么能食言？我朝着他皱了皱眉，我说的是离婚前，我可没说离婚后还给你保守秘密。李婉玉已经崩溃了，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只会不停地说，沈总，沈总，到底怎么回事啊，沈总？我听到沈总两个赶紧开口，以后不要叫沈总了，得改口叫老公了，而且你们都被开除了，他也不再是什么沈总了。这句话说出来，李婉玉再也承受不了，白眼一翻，直接晕了过去。我从小就是被妈妈当接班人养育的，所以我没有自怨自艾，而是很快回到了公司。来到公司的第一步就是约谈了那些沈庆文招来的骨干，能用的留下，不能用的全部开除。至于昨天帮着李婉玉说话的那群人，连约谈的步骤都省略了。听说他们走的时候闹得厉害，非要见沈总和李婉玉，直到保安上来，才一个个灰溜溜的离开。经过我几天的了解，发现公司情况良好，可能是沈庆文觉得公司迟早是他的，所以干的还是十分尽心的。就在我松了一口气，想要休息一下的时候，李婉玉来了。她一进办公室，新来的特助吓得脸都白了。我朝着她摆了摆手，示意她出去，而后才看着李婉玉，有事吗，沈太太？李婉玉想也没想，直接就跪下了。姐不，韩总，韩总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都是沈庆文骗我的，他根本不爱我，他只是想要我肚子里的儿子而已。只要你给我1000万，我就打胎离开沈庆文，我这辈子都不会再见他，你还是可以跟沈庆文复婚的。我并不生李婉玉的气，毕竟没有李婉玉还会有张婉玉、王婉玉、陈婉玉，所以我摇了摇头，不可能。李婉玉愣了一下，韩总，我也是女人，我了解你，你现在这么做只是想沈庆文后悔，然后追妻火葬场的，1000万对你来说不多的，你给了我，然后跟沈庆文和好如初，这难道是皆大欢喜吗？我摇了摇头，一次不忠百次不用，男人对我来说只是点缀，并非刚需，我不可能花钱把沈庆文买回来，就算今天是沈庆文跪着求复合，我也不可能答应的，我劝你还是别给自己找难堪了。李婉玉脸色惨白，瘫倒在地上喃喃自语，怎么可能，怎么会这样？不等我回答，办公室的门再次被打开，这次进来的是沈庆文。沈庆文冲过来把地上的李婉玉扶起来，婉玉，要不是同事跟我说，我都不知道你来这里了，你到这里来干什么？说着又看着我，我们已经离婚了，你凭什么欺负婉玉？真是人在办公室坐，锅从天上来。沈庆文，你是疯了吧？我还能逼着你老婆来我公司来让我欺负？你的脑袋长得是为了好看的。沈庆文也有点尴尬，似乎觉得我说的有道理。李婉玉看了看沈庆文，似乎笃定我不可能给他钱，他只好认命叹了口气，庆文，我知道你多爱这份工作，我只是想要来求一下韩总，让韩总不要赶尽杀绝，让你回来公司继续上班，毕竟一日夫妻百日恩，你和韩总就算当不了夫妻，也可以当朋友。沈庆文自然是心疼不已，婉玉，你不需要求他，我虽然不是什么富二代，但是我有能力有人脉，我有足够的自信，可以让你过上好日子，让咱们的儿子成为富二代的。我拍了拍手，好好好，有魄力，我为你们的感情喝彩，但是以后就别到我这里来刷存在感了，毕竟我也挺忙的。说着我直接叫人把两人请走，然后拿起手机打了几个电话。等我茫然了，又让特助交代了1楼的保安和停车场的保安，确认两人不会再这样莫名其妙冲进来之后，我才放心。接下来的时候，我恶补我不在公司这段时间的业务，沈庆文也开始找工作，不过我这边如鱼得水，他却处处碰壁。2个月了，愣是一个工作都找不到，于是忍不住给我打电话来质问，韩雪颖，我们就算现在离婚了，曾经也是相爱过，你真的要赶尽杀绝吗？我知道沈庆文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于是笑了笑，怎么？我知道告诉大家我们离婚了，并且告诉大家我们不会和好，让大家不要看在我的面子上给你通融，这就是赶尽杀绝了？难道我承受完你出轨，还得替你铺路？你是不是想得太美好了？还是说在你心里我就是一个圣母？沈庆文被我气得够呛，我告诉你韩雪颖，你不要得意，我会让你后悔的，你迟早会跪在我面前痛哭流涕的，你全家都不会有好结果的。我根本就没爱过你，我就是为了你的钱，跟你在一起的每一天我都觉得恶心。要是你生了儿子，我早就想办法弄死你了。我挂断了电话，直接拉黑了沈庆文，可是却越想越气，这么多年我对沈庆文全心全意，
他出轨也就算了，离婚后我看在圆圆的面子上，也没对他做什么。在我看来，我已经仁至义尽了，可是他竟然还敢诅咒我。所以我挂断电话后，直接带着一群保镖来到了之前我送给刘春娇的居住的郊区别墅。别墅内乱糟糟的，没了那些保姆。刘春娇此刻正一脸苦大仇深的在晾洗衣服，李婉玉则是躺在一旁惬意的吃水果。见到我过来，李婉玉没好气地说：“你来干什么？”我拿出一本房产证来回收我的房子啊，难道你不知道这是我的别墅吗？李婉玉摇了摇头：“怎么可能？你肯定是骗我的。如果是你的别墅，你肯定早就收回去了，怎么可能等到现在？你是不是就是故意来闹事的？你果然和我猜测的一样，你是后悔了，对不对？我告诉你，别怪我坐地起价，实在是你现在没了谈判的资本。上次跟你说1000万，是我不知道还有这个别墅，现在1000万得变成1个亿了。”刘春娇不知道李婉玉在说什么，但是她敏锐地听到我说后悔2个字，眼睛都亮了。后悔好啊，后悔好啊，我就知道我儿子这么优秀，又高又帅，对你又好，还能帮你打理公司，就算犯了错，你也不可能真的不要我儿子的。说着，刘春娇扔下手里的衣服，走到的边上。既然你自己也找过来了，那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婉玉肚子里的孩子肯定是得生下来的，我们早就查过了，是儿子。你呢，就当做不知道这件事情，等孩子生下来你就领养这个孩子。我知道你不想要这个儿子，所以儿子就跟庆文姓。你放心，以后孩子都我来带，绝对不碍你的眼。李婉玉没有反驳，反而兴致勃勃地点了点头。对啊，我为了你生了儿子，你只要给点好处费就行，你又不差钱，何必小气呢？看着眼前两人做白日梦的样子，我没好气地说：“哪来那么多戏？我都说了，来收房子的，赶紧搬走，不然我就让保镖帮忙了。”刘春娇愣住了，盯着我看了半天，才发现我并没开玩笑。她吊着嗓子说：“这房子你明明说过给我的啊，凭什么收回去？”我点了点头，我给的我的婆婆不是你，不要占便宜没够了。刘春娇虽然知道房子不是自己的，可是毕竟自己住了这么多年，加上我和沈庆文离婚这么久，我也没提及房子。他们开始还担惊受怕，怕我收回房子，但是时间长了，就笃定我是不想要这个房子了。其实他们误会了，这房子我们要回来，并不是我不想要，我只是单纯的忘记了而已。离婚后，我收回了给沈庆文的东西，却忘记刘春娇这么回事了。要不是沈庆文给我打电话把我惹生气，让我想起了这件事情，还不知道我要多少年后才想得起这套房子呢。刘春娇和李婉玉不肯搬走，我只好叫来保镖帮忙。其实他们的东西很好收拾，除了李婉玉的，其他的大多数都是我买来的，自然也不需要带走了。刘春娇明白我没有开玩笑，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雪影，别这样做，你要是把我们赶出去了，我们住哪里啊？我没有回答，但是意思很明显，你们住哪里和我有什么关系？刘春娇猛地给了李婉玉一巴掌，是不是你这个贱人又去惹了雪影？你还不跟雪影道歉？要是我们赶出去了，难道要睡桥洞去吗？李婉玉被打懵了，站在原地愣愣的，一句话也说不。刘春娇懒得管他，拉着我的袖子苦苦哀求：“雪影，妈知道过去是我和庆文对不起你，但是这段时间我和庆文其实都后悔了，一切都是这个贱人的错啊！我和庆文真的很想你。”我懒得再听，直接让保镖把两人赶了出去，收拾了半天的行李，最后也只是几个小箱子而已。刘春娇和李婉玉站在门口不肯离开，站了一会，两人竟然吵了起来。李婉玉朝着刘春娇冷哼一声，刚见面的时候还在我面前装什么富太太，现在怎么不装了？还说什么自己在儿媳妇面前说一不二，刚刚你儿媳妇怎么那么不给你面子？刘春娇本就气得半死，见李婉玉还敢笑话自己，更是疯了一样的反击。要不是你这个离了男人活不了的臭婊子勾引我儿子，我和儿子会到这个地步吗？分明是沈庆文骗我，说什么自己是富二代，还说自己跟老婆没有感情，早就想要离婚了，不然我可能会上当受骗吗？谁知道是个狐假虎威的，我真是瞎了眼。李婉玉不甘示弱，直戳刘春娇的肺管子，没多会就把刘春娇气得躺在地上呻吟。婉玉，你们在这里在干什么？就在我看戏看得正热闹的时候，沈庆文来了，没了我给他定制西装，他只能穿着不太合身的衣服，看上去也没有之前那么风流倜傥了。见沈庆文来了，刘春娇发出一声嚎叫，飞快地把自己被赶出家门，还被李婉玉气得半死的事情说了个干干净净，最后指着李婉玉气得口吐白沫地说：“今天你不好好管你媳妇，我就去死，我就去陪你爸算了。”李婉玉也不像之前那么娇滴滴了，翻了个白眼，冷冷地站在一旁。我们婚姻期间，沈庆文从没处理过这样的婆媳矛盾，
一时也是焦头烂额，不知道该帮谁。李婉玉见他这样，更觉得烦躁，把这老太婆赶紧送走吧，烦死我了。这话说出来，沈庆文仿佛第一次认识李婉玉一般，直接给了他一耳光。李婉玉没有防备，直接被打得摔倒在地，很快就见了红。接下来又是一阵的兵荒马乱，最后等到李婉玉被救护车叫走，我才离开别墅。接下来的几个月一直都忙于公司的事情，最后还是找了一个副总裁，才让我空下来有时间陪着圆圆。而在我找了副总裁之后，沈庆文和刘春娇却找到了我家。两人进来之后，四处打量了一下房子，满眼都是后悔艳羡。直到我要送客了，沈庆文才掏出了离婚证放在了桌子上。老婆，我这次过来是告诉你，我已经成功甩掉了李婉玉了，我现在恢复单身了。虽然你不会相信，但是我真的是被李婉玉害了。我本来心里只有你一个人的，是他趁着我喝醉了跟我发生关系，我本来想要坦白的，可是他拍了我照片，我怕你承受不住，才没说的。我在心里翻了个白眼，这沈庆文是以为我是白痴吗？我怎么可能会相信？可是看我不说话，沈庆文却以为我是心软了，赶紧继续说，我知道之前我惹你生气了，但是我现在是真心悔过，有了这次的事情之后，我会更加忠诚地对待你。刘春娇赶紧点头，把所有的错都揽在了自己的身上。雪影，一切都是我的错，我是天天想要孙子，而庆文太爱你了，他不希望你再受生育的苦，所以才想了个昏招，本想自己在外面生个私生子，再让你领养，因为这个才让李婉玉那个贱人有了可乘之机。经过这些事情，我想明白了，生儿生女都一样，有圆圆一个，咱们就够了。当然，如果你愿意再生，我们肯定是也答应的。沈庆文连连摇头，不，我马上就去结扎，我要证明我自己。这个样子倒是和当年他跪在我妈面前说对我是真心的，愿意签署婚前协议的样子是一样的。我笑了笑，你结扎不结扎和我有什么关系？两人没想到自己这么卑微的求我，我竟会这么油盐不进。可是此刻两人没有钱，没有住处，连工作都没有，也没办法跟我争执什么了。沈庆文话音一转，雪影，就算不为了我，你也要为了圆圆想一想啊，圆圆才满1岁多，难道你希望她在没有父爱的生活下成长吗？刘春娇也点头，对啊，圆圆那么爱我，那么爱她爸爸，你是聪明人，你知道离婚对孩子的影响有多大的。再说了，浪子回头金不换，就是有了这次的事情，庆文才会知道到底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以后才会彻底改正，这其实算是好事啊。好事？我觉得可笑，为什么你们会觉得有你们这样是非不分的奶奶和出轨成性的爸爸是好事？离婚这么久，你们从没想过圆圆现在走投无路了，却用孩子来说项，你们不觉得自己很恶心吗？沈庆文被我说的脸一白，韩雪影，你到底要怎么样？我之前对你好了1000次，怎么就不能抵掉这一次错误了？我懒得和他们多说，我一直顾及圆圆的面子，没把你们怎么样。你们要是再来我面前蹦跶，我不介意找律师让你们偿还婚内的消费，到时候你们怕是连吃饭都是个问题。两人脸色越发难看，可是我的威胁又太强力，两人支吾半天，最后还是选择了离开。两人离开我家后，并没有在本市逗留，而是很快收拾东西离开回了老家，估计是担心我会找他们麻烦吧。其实真的是想太多了，这种蝼蚁一样的人，不惹我根本不会花心思去找他们的麻烦的。毕竟对于我来说，我的时间就是金钱，他们怎么可能值得我花钱？不过听说沈庆文回老家之后，依旧没找到什么好工作，也是曾经当过上市总裁的人，怎么可能甘心去端盘子呢？最后高不成低不就，加上也没什么存款，只能跟着刘春娇做起了老本行，每天起早贪黑的磨豆腐了。最后沈庆文又找了个老婆，这个老婆家里条件一般，也是二婚，还带着2个半大的儿子。听说这个老婆风流成性，给沈庆文戴了一顶又一顶的帽子。不过至少沈庆文无痛当爹，也算是圆了刘春娇想要孙子的梦想。我和圆圆再也没有见过沈庆文和刘春娇，倒是多年后，我陪着圆圆吃饭，隔着玻璃竟然见到了李婉玉。她样子变化也挺大的，没了之前绿茶的样子，看上去倒像个沦落风尘的人，正被一个年龄足够当他妈的女人扯着头发殴打。从女人的嘴里我才知道，原来李婉玉当初流产切除了子宫，身体也毁了，加上自己被沈庆文娇养了1年多，所以不愿意工作，选择了当来钱快又轻松的小三。不过不是每个太太都跟我一样善良，看她这熟练的模样，应该也不是第一次被打了。我捂住了圆圆的眼睛，笑着说，不看这种，晚上做噩梦就不好了。而李婉玉也看到了我，眼神中流露出我看不懂的情绪，不知道是后悔还是羡慕，
也可能是两者都有吧。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就给我点赞订阅一下吧。星星祝您吉祥如意，万事顺心。